他是中城警局的 CSI 鉴定专家。这天，白瑞照常加班，一道闪电从天而降，不偏不倚击中了他。实验室一片狼藉，化学药剂洒满全身。自打这天起，白瑞拥有了奇怪的能力。因为追赶不到公交车，白瑞大步迈出，只用了几秒钟就跑到了50公里开外的海滩。一切都要回归到几天前。白瑞是警察世家的孩子，父亲曾当了30年的巡警，哥哥杰伊现在是骑警队指挥官，兄弟俩一个取证线索，一个出警抓捕，老爹把他们教育成了极度正义的孩子。白瑞和哥哥虽然相差20岁，但关系非常亲密，没有代沟。中城出现了摩托帮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骑警队忙得不可开交，可就是抓不着对方的踪迹。白瑞和取证室的同事胡里奥也是不停通宵。白瑞担心胡里奥过度劳累，身体出现毛病，便提出让他回家休息，自己留下来继续调查。也就是今晚，白瑞遭雷劈了。醒来时人已在医院，除了点擦伤和头疼，白瑞没有感觉到其他不舒服的地方。案件紧急，他立马返回了警局工作。摩托帮首领派克正在组织下一次袭击，中城被他们搞得摇摇欲坠，警方还束手无策。在他眼里，不忠诚的手下会被五马分尸，也因为这样，身边的人都忠心耿耿。此时，白瑞已经回到了取证室，医院打来了电话，称他存在某种细胞损伤，医院的手段不够，所以把资料发给了一名专家，对方来自星辰实验室。去年那个地方实验死过一个人，所以名声很差。白瑞自然不愿意和他们扯上关系，他想去拿咖啡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手速根本控制不住。白瑞这时有些慌了，他出去遛狗，双腿一滑，转眼功夫就到了10几米开外的草丛里，随即昏倒在地。白瑞吃干了家里的食物，想补充能量，可却还是饿得不行啊，以至于错过了女朋友艾瑞斯的画展。白瑞连忙起身开车，却发现车胎爆了。抬眼望去，公交车也已经离开，他想尝试去追上公交，结果越跑越快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停下时，人已经冲进了海滩，导致他艾瑞斯闹得很僵。晚上，星辰实验室的蒂娜博士打来了电话，约白瑞明天做几个测试。星辰实验室目前只有蒂娜一个人，传闻死过一个人，这事儿属实，只是白瑞没有想到死者是蒂娜的丈夫。接上传感器，走上跑步机，白瑞的速度达到了 0.5 马赫，跑步机根本承受不住白瑞的速度，直接冒烟干稀碎。白瑞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怎么了。蒂娜全面检查了白瑞的身体机能，他现在整个人处于加速状态，肌肉和骨骼为了跟上身体的速度也在发生变化，有没有副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测试。白瑞瞬间理好了一副杂乱的扑克，他越使用速度，血糖越低，需要不停的进食才能维持健康。这种情况蒂娜从未见过，他担心白瑞总有一天会把自己燃烧殆尽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他必须让白瑞接受所有治疗，而且要对外保密。以白瑞这种情况，一旦被政府知道，肯定会被带去做实验的。自己的丈夫就是这么死的，白瑞也没有反驳，只要能治好自己，怎么样都行啊。艾瑞斯突然光顾，白瑞连忙收拾起了杂乱的房间，只是自己还难以运用速度，最终也适得其反，只能把锅推给狗子了。他没有想到女朋友这一次是来提分手的。艾瑞斯适应不了这种发展速度，他还不想结婚，两人还年轻，应该先着重发展事业。白瑞心态崩了。摩托帮这边晚上就会行动，派克的女人打探到了一点消息，警局今晚会对电视台公布自己的特遣队，既能宣扬战力，威慑一下恐怖分子，又能打广告。而派克的目标就是挫一挫警局的锐气。晚上的发布会，杰伊也会参加，他可是派遣队的指挥官。在此之前，杰伊想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弟，像他这种有妻儿的中年人，对年轻人的分分合合不太在乎。胡里奥正在检测一根毛发，是从现场收集到的，如料不错，肯定属于摩托帮成员，只是结果还需要等上些日子。新闻发布会开始，局长狂推杰伊，这个男人有望成为下一任局长。发布会进行到一半，摩托帮杀到，突横扫警局，不少警员受伤，他们更是把标志着摩托帮的红色油漆泼在了警徽上。这次袭击开始的突然，结束的也突然，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杰伊勃然大怒，对着媒体宣誓自己会亲手埋葬这些家伙。哥哥的脾气白瑞知道，记者再追问下去，双方都难看。摩托帮这边把酒言欢，看着电视上的报道一阵欢呼，镜头最后留给了杰伊。派克似乎对他有着恩怨，只有死才能化解。此时白瑞还在接受蒂娜的测试，他改了一套深海战衣，有一层活性绝缘材料包裹，可以耐高温，主要是避免白瑞裸奔。没有了跑步机的限制，白瑞可以尽情发挥，速度快到产生了音爆，快男一样可以撩妹。
跑得太快，白瑞又产生了眩晕的感觉。入仓过后，他带着蒂娜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，恰好 DNA 结果出来了，毛发是前机警派克的，他曾是哥哥杰野的搭档，后因背地里干了一系列违法的事情，被哥哥在61号公路上设局抓了起来。只是没想到派克受了重伤，还是逃走了。听到这儿，胡里奥要吓尿了。警局不久前接到报警，此时杰野正带队在赶去的路上，地点就是61号高速。这明显是派克故技重施，要报复哥哥。白瑞没有全力调动警员，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，赶去支援。61号高速上，派遣队被一辆抛锚的车堵住了去路，女人哄骗了几名警官帮忙推车，下一秒她撤进了草丛，引爆了炸弹，几名警官当场丧命。巨大的冲击将杰野带倒，一名全副武装的骑手突然杀了出来，招招冲着杰野的要害袭去。他摘下了面具，派克逼着杰野记住了自己的脸，最终将杰野杀害。白瑞正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，可他还是晚来了一步。派遣队全军覆没，哥哥已无生命体征。白瑞绝望地嘶吼着。警局为杰野和一众警官举办了葬礼，葬礼上，白瑞立下毒誓，一定会将摩托帮绳之以法。他找到了蒂娜，希望能把战衣改造一下，最起码别让人看到自己的脸呢。白瑞想要以暴制暴，既然摩托帮有着令人胆寒的 logo， 那他也得弄一个。今晚就有一道红色身影出现在中城，摩托帮马仔看不清是谁，可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，心里难免会多想。随着白瑞的出手，摩托帮全部被抓。本想从最后一个成员嘴里问出派克的位置，没想到对方是个女人。白瑞挨了一刀，也没好意思动手。随后赶来的警方将女人抓进了监狱。白瑞受伤无法奔跑，只能顺了一套便衣，搭乘警方的顺风车回了家。这一路上，蒂娜都在外面跟着，生怕白瑞出事。只是他赶来时，白瑞的腿上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不巧，两人刚进门就撞见了艾瑞斯，这要搁别人百口莫辩呢。刚分手就换女人，白瑞大脑疯狂运转，化解了误会。艾瑞斯是来求和的，女人的名字叫贪婪。白瑞反手上了炕啊。第二天赶往了审讯室，他想从摩托帮成员嘴里问出点东西。昨晚那道闪电已经吓破了他们的胆子，只是说出来没有人相信。白瑞拿走了女人的衣服，打算从上面找到些蛛丝马迹。女朋友被警察抓了，派克勃然大怒，他要突袭监狱，放出所有罪犯，然后向警方宣战。取证室里，白瑞和胡里奥分析了衣服上的土壤，最后锁定了一个区域。白瑞以闪电侠的身份过去探查了虚实，确认这里就是敌方大本营。他从派克的屋子里发现了突袭监狱的计划图以及自己哥哥的警徽。白瑞把事情和局长库珀说了一遍，请求派出警力增援监狱。他拿出了哥哥的警徽，如果自己说话不管用，那哥哥总能管用了吧。当晚库珀就派出了大量警力前往监狱。白瑞本想换装闪电侠前去支援，可地月堂又犯了，在彻底昏倒之前联络了蒂娜。监狱这边大乱，狱警无一幸免，不少罪犯都想要加入摩托帮，起码这样能够换来自由。派克武装了所有人，最后将女友救了出来。警方赶到以后根本无法突击，摩托帮的火力和他们不相上下，同等的状态，敌人还占据了地形优势，警方一时难以行动。这时白瑞苏醒了过来，输了不少葡萄糖后才让他恢复正常。对眼下的情况，白瑞很恼怒，不顾蒂娜劝阻冲进监狱，临走前对蒂娜车做了手脚，以防他也出事。警方骑虎难下之时，一道红色身影闪过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白瑞暗中解决掉了大部分的罪犯，并且向监狱内投放了催泪瓦斯，逼得摩托帮无路可走。派克果断卖了所有人，自己先逃一步。可白瑞已经提前堵住了去路，正想吹个牛逼呢，地月堂又犯了。白瑞开始自知无力，派克抓住这个机会暴打了他。他逃到了地面，不紧不慢地向远处走去。哪知白瑞再次赶到，闪身躲过一发火箭，爆炸导致电箱故障，火流身法加光速赛跑，派克倒下了。白瑞将他五花大绑丢在了一旁，等待警方处理，自己则是平安地走到了蒂娜的车上。能力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挖掘，希望在挖掘的路上，蒂娜能一直在，作为伙伴的身份。白瑞和侄子肖恩坐在门口，他讲起了结义的往事。哥哥让他们一家骄傲，不管任何时候，白瑞叔叔都会陪伴着他。也许没有肖恩爸爸那么潇洒的摩托车，但他会像闪电一样赶到，只要家人需要。